这个背后老师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是可想而知的。真的特别谢谢老师。因为老师在刚才的讲座当中，既有学术的角度，也有非常贴近生活的一个观察。我想是引起了我们非常多的共鸣与思考的。好，下面是大家所期待的跟老师更进一步交流的互动时间。仍然是3个提醒：一，我们每位读者朋友请暂停1个问题；第二，请尽量简短明了地表述你的问题；第三，我们仅做一个学理上的探讨。好，大家请举手示意，我会尽量按举手的顺序来递话筒，谢谢。谢谢老师啊，老师真的是非常精彩。其实我是学心理学的，所以在后面很多东西我是很有感同身受。但是我想请教一个非常粗浅的问题啊，就是到底怎么具体来说这个酒神精神？为什么我们需要有酒神精神？酒神精神啊，我自己就觉得我是用身体做哲学。你看我是拳击冠军啊，然后我也喜欢喝酒，然后我的睡眠状态也很好，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写了一本书，叫《保持热爱》，然后还要写一本书，叫《保持深情》。为什么这个？我认为女性比男性长寿啊，因为女性儿女情长，比男性更儿女情长。所以你看，90岁以上的男女比例已经是1比7，100岁以上的1比13。就是男人为什么？男人无牵挂他就走了，女人有牵挂他不愿意走。这就是酒神精神。非常感谢简老师。就是我简单直接一点的就讲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纵观我们整个的这种哲学的发展史，就是从古希腊的这种哲学体系一直演化到现在的这种哲学体系，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思潮其实一波接着一波，会有一些不同主题、不同具体内容的一种演变。那么我的问题是，您觉得我们整个的这种哲学史的这种演变，就是哲学思想的演变，以及乃至我们整个文明的演变，是否具有封建性？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很想问，就是我自己是一个相信科学、喜欢哲学的基督教徒。那么，其实我很想问，就是说因为您有提到很多心理学以及宗教体系的一些东西，那么我想问，就是基于我的一个认知各个方面，包括我接受的一些心理辅导各个方面的一些东西，其实发现确实会有一种很难去突破自己的一个自身卡点的这样的一种现状。认知层面其实都没有问题，但是我真正要去逾越我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卡点，就是会比较困难。但另外一方面，这些卡点又会影响到我自身。那么，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认知跟这种具体行为的一种冲突和矛盾。您觉得这样子的矛盾应该怎么解？谢谢。也许我要跟你这个边喝茶边交流，因为你这么短的时间，我还不一定能 get 到你的真正的意思。我们以后可以交流。我现在简单回答几个啊，就是说你既是这个对科学又对哲学又是基督教徒，我认为这个很好。你已经有三个上帝了总比没有上帝要好，对吧？就像一般说的，即使没有上帝，我也要创造一个出来。你有3个了 ，OK。这么多不打我是一个确实明确的一个OK， 管它明确不明确，刚才说的保持深情，保持热爱，这个非常重要。要和周边的人建立立体关系。我刚才说你只有3个，我生命中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菩萨，我的上帝比你多了去了，好，谢谢梅老师。我觉得梅老师的这个含金量太高了，
就是哲学问题这么庞大的设计，没办法来提问了。我觉得您本人就是身体力行的一个榜样。谢谢。啊，这些头衔真的很难，我就这么多年我都见不到第二个了。那么我就想针对刚才有一张 PPT， 就是讲出路那一张啊，你找不到哪一个？出路，克服虚无主义的出路。哦，出路。1、2、3、4、5、6、7、8那个，有5、6条啊，那个。好了，我就在想，那几条呢？不是这个，再往前了，再往前，这个，就这个改变生活方式啊。我觉得每一条都说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来假设一个场景，非常可能的场景。你想，一个年轻人如果他失业了，我看他除了第一条保持极简生活，其他条都跟他同根，他都挨不上。就像掉入了现在一个流行词叫宰杀线。一个社会如果20%的年轻人如果失业了，这个陷阱怎么跳出来？请岳老师解读。这个不好讲。其实你这个问呢，你已经有了一个假设了，这个人是独立的、原子化的存在。如果我们要想防止斩杀线现象的出现，因为每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是一个成功者，对吧？当官的有可能被免职，做企业的有可能破产，个人也有可能因为楼市这个跌了以后，你跌成负资产，对吧？任何人都会面临生命的挫折，所以这正是我说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个体，这样要建立立体的社会支持系统。你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原子，你是要成为立体网络当中的一个节点。假设你的亲朋好友看到你破产了，他会不会帮你一把？你只要度过这个危机，还可以从头再来，总有机会。所以我认为这个为什么中国街上的流浪汉比较少，或者说甚至你基本上看不到，那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的支持系统还在。如果这个支持系统没了，那我估计我们和美国差不多，大街上的流浪汉甚至更多。所以我觉得社会支持系统非常重要，每个人都要多交朋友，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这是我简单的回答，我不知道行不行。梅老师你好，我觉得其实您的人生非常精彩啊！我来之前也看过一些介绍，就是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您刚刚讲到说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这个追求嘛，其实我想就想我估计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哲学家嘛？你也经历了很多的探索、追求或者说挣扎，就是说您现在的状态是真的放弃了这个追求，还是说你已经有自己比较笃定的答案？我问这个也是。这个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啊。我96年就上山了，去佛教的修行。我跟着我师父是守藏经阁的，然后半年以后我就下山了。后来我又去了10几个大学去寻找答案。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嘛。我想我为什么活着？我不想等我快死了。然后我发现我活错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求学的这个缘故。那为什么放弃绝对真理？那是哲学史的系统的学习和思考但是我又没有放弃绝对真理，我又没有进入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这个跟我的这个工作状态、生活状态是有关的。我有4个孩子，我有我很好的家人朋友们，我有事业上的伙伴，我有很多的同事，我有酒友、牌友，全有，各种有，所以我不会陷入相对主义，我也不会追求绝对真理，因为我知道真理观，其实真理观在哲学上是以后可以交流，就不同的真理观。比如说有实在论的真理观，有构造论的真理观，有实在唯心论的真理观，有实效论的真理观，
啊，有容贯论的心理观、真理观，有整体论的真理观。就是真理观事实上是有很多种的啊。传统的真理观呢叫实在论的真理观，就是你的认识和事物本身绝对相符，但是事实上是我们人类永远达不到那个点。所以绝对真理，你耗尽我们几十代人，你都追求不到那个绝对真理。所以，但是你的生命就如此短暂，你不能这个长生不老，永远不死，对吧？那你的生命你要照顾好啊。真理是为生命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好像为真理去奋斗终身、献身牺牲，那傻子呀！要回过来，让真理为你的生命服务，就是这个意思。梅老师你好，请教一个问题。刚刚你在说的话呢，后面有个解构的话，解决方案的时候，从个体到共同利益上升的法律这一块，那我可以理解为从下往上的一个层次嘛？不知道对不对啊？然后如果对应的话，有下往上的一个层次的话，就一个反面有个由上往下的层次。那在这两个层次之中，你觉得哪个是更有决定性或者更有占比更好一点？那你这个问题很好。事实上，其实我这里边是一个循环来的，就是个体的 good will 变成社会公众的 common will， 然后变成 the will of the law， 然后变成社会的改造，然后社会改造又影响了个体。那这里边就有这个精英论思想。其实真正能把 good will 变成 common will， 变成 the will of the law 的人，其实是少数精英，包括那些大思想家、大政治家。他们是可以变的，但是前提我们的个体 good will 还要在，然后给他们提供枪支弹药，给他们提供子弹，给他们提供素材，源源不断的支持他们。然后对于社会的绝大部分人来讲，他既是社会状态的受益者，也可能是受害者。不好的社会结构、社会状态就会让人变得很坏，人就变成受害者。如果是一个好的社会结构呢，让所有人都变成受益者。所以我的口号不是心理学的口号，只救一个人，也不是哲学家的口号，就少数几个读得懂的人，而是政治家的口号，解放全人类。老师你好，今晚上听到你分享，感到很有个性啊。人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不知道称呼你是老师还是老主，还是常委，还是委员，还是会长，还是会计。我以为就是说，刚才我听你是把死的直写，把死的真理变成活的真理，活的直写。然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你说你就是就是好好活着，对爱惜自己的生命。那我想问你，是不是在这里也是有执着了，还是这样？我这边主要是西方哲学问题，我没有跟你探讨佛学问题。以后我可以单独跟你探讨佛学问题。老师给我们留了非常充裕的互动时间，大家抓紧机会了。那个，首先感谢那个梅老师，我也是第一次来。因为我也跟你一样，也是做企业的。我也是第一次讲。对，那个是因为讲的比较好。然后我这边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也在学习这个虚拟主义，但是我自己的深深感受，我说出来给大家，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我现在就处于什么？处于这种从理性主义到涅槃的中间那种虚无主义。我想问你，就是你有没有虚无主义？你的从这个海德格尔里面的那个沉沦到本真，你中间有没有虚无？虚无你如果有虚无的话，你多走出了虚无，或者通过什么方式走出虚无？这个是因为我现在就处在这个从理性到
本真的中间那个虚无当中。当然不是说我有一些精神病啊，只是我现在就是我的思想已经通了，但是我呢就是在这个感受上面，身体感受上面就所以说我问你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其实我直接回答了我大概听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跟那位朋友介绍，就是我的整个的这个一生都在与虚无的对抗当中，包括我的求学包括我现在的这个生命活动，其实都是在对抗虚无主义。我曾经也有过抑郁症，暴躁易怒不耐烦状态非常差那没有办法，我们不可能先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自己，尤其是我们企业家来讲，没有自我拯救，你指望别人拯救，那就完蛋了。所以我们首先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我是这么改变的所以我开始减肥、打拳，不小心打成抑郁拳王，就这样当然我哲学没有中断过，我哲学差不多40年。然后广交朋友，你会最后发现，拯救你的人都在身边。多找人聊聊天、喝喝酒、打打牌，一起做运动，雷老师你好，我有2个问题刚才您也讲了，从这个哲学史的发展道路上来说的话呢，一开始是神，然后最后到人。那现在的话呢，因为有这个虚无主义嘛，大家很多人又回到这个神的轨道上去。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就想了解一下您对神是怎么样看的。第二个问题呢，您刚才提到这个 goodwill 上升到 common will 最后上升到刚才说的只能一个问题，因为第二个问题我已经记不住了，我要先回答你。我对神的看法，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是有神的。这个神在中国，这个就是孔子的人，道家的道，佛教的佛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康德的善良意志，尼采的权利意志，卢梭的公共意志。我认为他们就是我的神。总有一天，我们的善良意志会弘扬我们人类社会大地，我们人类一定会朝着越来越文明的方向发展。我们社会丑陋面虽然有，但是我们人类一定会有智慧，寻找到方法去克服人性向坏的方面发展，然后更多的创造一个让人性美好光辉的一面弘扬的这个方向发展。而这个潮流，黑格尔把它叫做绝对精神。那我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是赞同黑格尔的思想，就是要把个体的善良意志，像所谓的我们传统儒家所理解的天理、良知，真正弘扬社会大地，变成 the will of law， 我就认为这个就是我的神。那整个过程就是神的运作。好的，谢谢。那其实这个问题，我再延伸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绝对真理，那您是否认为您说的这种善良的意识是一种绝对真理？是不是应该是一种绝对真理？因为您刚才提到绝对真理嘛。您刚才没有这种追求善良的意识，它只是一种概念，表达了一种意图。因为即使是 Goodwill， 它这个随着时代变化 ，Goodwill 的形态也会发生变化的。也许古代的 Goodwill 就是施舍别人一碗粥，或者到这个寺院里去做一下功德，那它是一个 Goodwill。但是我们今天的 Goodwill 也许变了，你就变成一个听众，听你朋友诉说，这也是一种 Goodwill。但是形式会变的，它绝对不是绝对真理，永远没有终结。如果有了绝对真理，人类的使命完成了，
，game over， 人类就可以灭亡。只要人类不灭亡，绝对中立永远达不到。谢谢老师，我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刚才也说到了，从 good view 到 common view 到 view of the law 啊，这个是一个过程。那么呢，你从历史的发展上来看的话呢，不管是这种一党专政也好，还是民主社会也好，那么很有可能呢，最终导致的是一种 bad view 啊，从 bad view 到一个 common view 到 view of the law， 对吧？那比如说像川普这样的。那老师认为什么样的社会结构能够防止 bad view 啊？我们走到那条路上去，而沿着这个 good view 这个路往上走啊？所以你说的对，就是完全有可能 good view 变成 bad view， 完全有可能。啊，你比如说一个法院的判例，就可能让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救死扶伤的美德消失了。比如说现在普遍的碰瓷现象、职业打假现象啊等等啊，所以这个就是向 bad will 的方向发展，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政治哲学会赵廷阳老师就说，20世纪的第一哲学应该是政治哲学，因为只有政治才能把我们的技术、资本、权利、我们的伦理、我们的这个社会生活，通通放在一个视角里面，并且通过社会改造的方式来改造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活环境。所以我认为政治哲学非常的重要。政治哲学就是研究让 good will 变成 better and better 的一种学问。就这样回答吧。老师你好，我刚听了您的这个演讲，我也有自己的思考。我觉得这个对于虚无主义啊，我觉得可能还是不是人们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到了一定阶段，他失去了自己的，他感觉他可能已经达到一定成功境界，他就失去目标，失去理想。所以我在想。这个我们儒家文化中对教育这一块，它对人的这个修养是有一个步骤的，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那其实现代社会，我是一名小学老师啊，就是我发现我们的一些学生，包括一些甚至是家长、生产成年人，就感觉一些语言行为都不够文明，可能说脏话、这个一些糙话、粗话，就随口就也会说出来。那我就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归到传统文化，去学习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一些美好的这个诗词，比如说唐诗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经典。我复述一下你的问题啊，是不是说你觉得回到传统文化就可以解决虚无主义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思路。对，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的资源，是可以面对虚无主义的。比如说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守望相助，要保持仁爱之心，要弘扬这个善知识端，要养浩然之气，要致良知等等。我觉得这个都非常好，但是绝对是不够的。我认为我们现在中国学西方的文化精髓学得不够。我们即使这个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思想经典，但是现在还在消化诠释的阶段，还没有进入再创造的时期。所以我认为，单靠传统文化绝对不够，我们必须要集合全世界思想的精髓，为我所用，进行创造转换，不能厚此薄彼，不能妄自尊大，当然更不能闭关自守。所以我们要在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下，拿来主义学习消化，然后创造性的转化，这个是我的观点。因为传统文化，如果你只有传统文化没有西方文化，那就是道德绑架，非常危险。老师你好，这里是这样的啊，就是
刚刚老师一直在说这个 goodwill 啊 ，goodwill 其实翻译成中文来说，可能一些这个比较经典的这个学说里面都是翻译成善意啊，这个也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对于我们现在当今这个各种环境，现在这种不管是经济环境还是说政治文明来说啊，我们都可能陷入了这个一种没有价值观的吧啊，没有价值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是非常呼吁，就是我们作为每一个这个公民啊，作为一个公民，特别是我们特区的这个市民，是吧？我在现场呼吁大家要保持这个善意啊，这个善意是非常重要的啊，在你的这个一举一动之间。那么这个我刚才刚老师讲的这个问题也非常的这个精彩啊，就是讲这个话题。那么我刚看到老师其实是一个光头强啊，我的头发我是剃光的，不是秃的。对，我这样运动比较方便。我的头发还比较多，就是所以说我的这个智慧跟老师肯定是没法比的。我也是有头发。对，所以向老师请教几个问题啊，就是，那么其实我也是快就是中年了啊，快中年了，就是其实我以前特别喜欢吃啊。但是现在感觉不一样了。现在我特别惬意的，最惬意的事情就是坐在马桶上，特别舒服。所以这个其实从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这个解释得到的。还有第二个就是我是一名律师啊，就是我在办案的过程中，其实最近办的很多案件都是不是特别顺利的，特别是跟这些一些政府机关去打交道，所以说我在这里面也是陷入了一种虚无的一种状态。有时候啊，就是办有一些案子，我知道我的问题就是老师肯定是解决不了的啊，就是可能老师在很多年前也陷入了这样的虚无，才会去找答案，去出家，或者说去怎么样。那么所以说我今天只是抛出来这个问题，就是给老师看一下能不能做一些简单的回答，也供大家参考吧。你办案当中的遇到的问题，我肯定解决不了。但是我认为你前面一句回答已经很好了，很好。展示了克服虚无主义的道路，因为你呼吁我们深圳的公民保持并弘扬哥德威尔，我觉得这个非常感谢你。老师，现在像中国的人口素质其实不高的，就是90%都不是本科生，只有10%是本科，然后像外国的人口素质更不高，他们连温饱都成了问题。所以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都是处于一种很匮乏、很煎熬的状态。对，就是现在人类的可能好的就是温饱能解决，但是其实人们的心灵都是很匮乏、很贫瘠的。对，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如果要建立一种 Commonwealth 或者 Well as Law， 就是建立一种公共的一种善意，就是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努力？比如心理咨询，还有影视文化，还有教育，就各方面又怎么样推进这个让人类的心灵能够走出虚无？对，就是心理咨询，就是你的问题我 get 到了时间关系我就赶快回答吧因为我希望5分钟以后我们就结束吧。我担心这个，好，这个我的回答就是，其实我已经展示出来了，就从个体的自我重构，改变生活、改变思想，到社会文化的改造，然后到社会的改造，从
，Good will 变成 Common will， 变成是 Will of law， 变成社会的改变。其实我的答案在这，但是这个是不容易达到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再回顾一下我的答案啊。谢谢老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梅老师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晚上的精彩的分享。您的这个让我对哲学这个部分的话有了一些比较粗浅的理解。我是学心理学的，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但是对您的刚才讲那个心理学这个部分啊，其实您刚才讲的那个心理学这个部分呢，很多内容是跟我们心理学是不谋而合的。比如说我们人要放到这个关系里面，放到这个社会里面。那其实在我学的心理学里面的话，我们是没有把人当成问题来看的，我们是人放在系统里面来看的，放在社会系统、放在家庭系统、放在整个这个自然系统里面来看的。所以说，我觉得心理学，包括我们心理学里面，包括到那种正念，就是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其实也是在背抗虚无的一种方式。至少我自己这样子实践过的话，我觉得是蛮有效果的。这是我对我们心理学的一个这样的澄清，包括我们心理学这个系统观的话，它就是把它放在整个系统里面来看的，它不是把人当成问题来看的。对，谢谢您的分享。对，我觉得谢谢我们这位心理学家啊，这个你会纠正我一些想法，但是呢，我还不会纠正，我还不会改变我对心理学的局限性的看法，因为心理学拯救的是你面对着的一个人，我要拯救的是亿万万人。对，这个我非常认同，是的，对，谢谢你。好了，谢谢大家啊。谢谢老师为我们解惑，那我们的互动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讲座从虚无主义的提出，到怎样尝试在看似消极的状态当中寻找积极的出路。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或多或少的从中能够发现与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相呼应的部分。但是也许这个生命的意义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能够一下子就把握的那么准的，但是也就正如老师今天这场讲座所提醒我们的，只要我们保持清醒，保持思考，拿出行动来，它也就是一种力量。我们也能够把我们人称为人的那种主动性发挥出来，去赋予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所遭遇的事，给予那个价值与意义。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一个，谢谢各位。我们人文讲坛春节之前，那么这就是最后一讲了下一次我们见面将会可能是年后2个月之后了。大家可以加这个人文讲坛群，群里面还会分享其他全国各个中西哲方面的讲座也可以通过深圳图书馆的微信号、微博号回放今天的讲座。另外在讲座快结束之前，前面也就想邀请老师和我们今天在座的读者朋友，我们一起合一个影，记录一下今天我们探讨这么一个严肃的，但是又非常鲜活的一个话题。好，我们在现在的掌声感谢我们的梅老师，期待梅老师在来年，这是第一次，希望还有下一次、下下次来到我们人文讲坛，跟我们一起坐在一起，成为我们的一个社会关系，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好，谢谢老师，大家可以下来，我们一起跟老师合一个影。